Hello，北京来的小伙伴，大家好。我们来找 NPC 打卡了。没有。嘿，大家伙早！8月1号星期五，8月的第一天。我上个月勉强400公里，上个月跑量少了。这个月开始降强度，拉一拉距离。今天是，其实按说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我都准备好了。但是明天周六要集体跑配速跑，所以今天我就轻松跑一下，明天加练一下。但是今天咱们还是回评论。我出了大阪城公园才开的相机，躲开特别吵的蝉鸣，那声音真的太大了。现在这儿周围的树也有，但是周围树没有那么多，声音就好一些。哇，极限过灯，看没？这边就是这样，没有蝉了，就是汽车。这边还都是汽油车。听惯了电车的声音以后，再听油车声音，一开始不习惯，呼呼的，特别害怕，就觉得开得快。看这儿大阪马拉松起点拱门的地方，明年来跑大阪马拉松的小伙伴们就差不多在这儿出发。看，在这儿，新观众看一看，看大阪马拉松。过了这儿，往那边跑就起表了。有一位小伙伴问说，刚跑步1年，女性，现在马拉松还没跑过，半马最好成绩好像是1小时51，月跑量现在已经达到200。问我，间歇跑、阈值跑这些怎么去安排？这还是我的观点，我觉得这个阶段没有任何必要跑间歇跑。间歇跑大概是什么阶段呢？就是，差不多，如果你能跑9个或者10个1公里的间歇2分钟纯休息，到后边还能跑得动，不掉速，或者说没有崩，那这时候就可以试试开直跑了。或者说，其实我觉得半程马拉松在1小时40以外。间歇课的收益都不大，因为你顶不上去，反倒是阈值跑的收益会很大。就成绩还不够好的时候，多跑跑阈值，然后成绩好了以后呢，就是多跑跑间歇，然后成绩再好的时候呢，就是把平常的训练再放慢，把间歇再往上顶，并不是说在成绩不够好的时候让你控制着力量不往上顶间歇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跑间歇你也是全力以赴了，但是其实你没有顶到就是能刺激身体那程度，因为你硬件达不到。这就像说，就还是那话，你给夏利装一法拉利的发动机，然后你说这发动机得开到200公里时速，才能让这发动机保持一个不错的状态。但是你这车架子跑不到200呀，所以这都是互相的螺旋上升，互相促进。然后昨天是这月的上个月最后一天，我们的频道会员在哔哩哔哩每个月有一次抽奖，上个月中奖名单又公开了，就是抽各种小礼物，有的是B 站赞助的，有的是品牌赞助的，但是大部分是我自己买的，能量胶啊或者是什么。下个月就这个月还没想好抽什么，但是应该今天就会公布。如果您是频道的会员，留意一下我的动态 ，B 站的，然后去点参加，到月底就能看看自己中没中，没有任何的暗箱操作，就是正常抽奖，而且中奖几率挺高的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他。就没有来点这一下。哦，又到了蝉鸣多的地方了。你说这住20层，这窗户根底下怎么弄啊？看，就这几棵树。他们差不多早上起来不到6点就开始叫了。然后今天是悉尼马拉松倒计时1个月的日子。今天8月1号，悉尼马拉松8月31号。
我和吉普乔格又一次同场竞技的机会，太妙不可言了。第一场同场竞技是他打破世界纪录，柏林2小时01。之后是不是第一次同场竞技是伦敦，也是2018年，他冠军特别热。第二次同场竞技就是当年的柏林，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吉普乔格是一年可以有2场目标赛事的，而且就差6个月。柏林他打2小时01，然后第3次同场竞技就是波士顿，他跑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次是东京马拉松，他跑我没跑，但是我在路边观赛。这次有吉普乔格，有哈桑，很开心。下一个，有好几位小伙伴都在评论或者私下跟我聊说，1分钟快慢真的挺难的。对的，就看上去不难，你说1分钟嘛，咬咬牙，无氧也冲下来了。但是30个很多人顶不到的。有小伙伴说，训练有素的小伙伴说，25个就顶不下去了。就是它越往后会越难，这就跟理工科的小伙伴们知道的元素和半衰期是一样的。你越到后边越难。你跑完第一个15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已经，因为半衰期不是15，可能是10。你跑到第一个15的时候，你已经只剩下一半的劲儿了，不到一半了。等你跑完20个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剩下一点点力量了。最后10个就是硬顶下来。所以刚开始跑这种的小伙伴，我觉得从20个或者15个开始会比较理智，或者说，如果您连15个跑下来都非常吃力的话，那就说明您还不需要跑这个。就还是我刚才那观点，得先积累。所谓积累，就是每天跑嘛。刚才我们见到那位观众，那位先生，就是每天跑，没有那么多训练的课表。半马1小时39，一个月不到100公里，平均下来，他这个跟我刚开始跑的时候很像，可能就是跑得比较快。我那时候就是每次基本都尽力，所以那时候我的半马成绩就特别好。因为21公里的半马和42公里的全马完全不一样，半马是可以冲下来的，就你练一练，基本就能冲下来。说到这儿就说速度能力。那天那个场地赛，那位 pacer 是中央大学的。有小伙伴说他的成绩，半马成绩是63分钟，万米成绩是28分钟，所以他带我们就跟他可以挨个带到终点，每个人都 PB。但是通过这成绩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看我就想了一想，我的10公里成绩是34分多，半马是1小时14分多。你看我的2个10公里是68分，距离74分还有6分多一点。对他来说，你看他是28分，那2个28就是56，距离他的63分差7分。所以其实跑到自己的极限的时候，大家都差不多。对他来说，跟我比，你看明显看出我的短距离我的速度能力会差很多，因为我的2个10公里跟我的半马的最好成绩很接近了，比他接近一些。而差那1-2分钟对他来说就半公里了，将近半公里。对我来说1/3公里，就真的就挺多的了，不是看上去1分多钟那么简单。所以说明我的10公里慢，我的半马快。然后还是那天场地赛，我觉得给大家小伙伴们一个不成熟的建议，就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把人往好处想。你看我删了一个弹幕，还是评论我忘了，因为我很少删。我看这打车的声，是因为家属在路边，在那个场地上给我喊加油，然后后边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位小朋友，小朋友大概也就是小学2、3年级，家属喊李波加油，李波加油。小孩他不懂，他不知道这是哪国语言，他就跟着学，他也跟着喊李波加油，李波加油。家属就跟那个小女孩的妈妈看着小朋友就乐，觉得小朋友真的特别好，看见谁都加油。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知道是他肯定知道是在喊那个鼓励的话，他就学。
那结果就有观众说的很不好听，说后边人他好像觉得是后边人嘲笑我们了，嘲笑家属喊加油。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把别人往好处想，而且很多时候看到的或者以为的事实，其实不一定是事实。对，也许我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也许我也误解您了。这个，如果真的是的话，那很抱歉。但是我们还是就说话别都横着出来，就特别好，心存善念嘛，是不是？下来就说到努力和训练这个事儿吧，其实这样，我觉得，就很多人说人是练出来的，其实我觉得速度，马拉松成绩一半在于练身体，一半在于前两天我说的话题练心理。很多人其实他的成绩应该有的成绩，可能要比他实际的成绩要好得多。就跟我分享我那次纽约马拉松是一样的。如果那天我没有拼了一下，我可能还是330，因为赛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努力破330，当然觉得不太可能。我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永远是偏差的，尤其是在运动上，因为第一你不是干这个的，你没有基础；第二是你也没有教练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样。它又不像说短跑，说100米或者说1500，我们能时不时测一下。这个马拉松你平常都测不了，你只能估计，大多数时候的估计是不准确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身体健康还年轻，趁着年轻可以拼一拼，真心话。另外就是那天那个比赛，那1500，那真的就都是业余的。你说有未来的专业吗？有。那天那个3分45那些都是大学生，基本上就是他就考虑了，但是大学生说实话，跑3分45在这边，你看为什么这2年香根有名的选手，就好成绩的选手，最后都选择不从事这行业，就竞争太激烈了，强的人太多了。他可能未来干这个，但是没有名的选手，那天也没有职业选手。那天就那几位pacer是职业选手，但是你看那位半马63，万米28，他也肯定也不从事这个事儿了。我猜从身材和神态看，我感觉就已经不从事这个事儿了。但是我特别开心看到现在至少北京、上海又开始有场地赛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就是李丽教练说那个场地10000米和马拉松，我真的觉得对，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要练速度，年轻不练速度，到我这年纪没有机会。其实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年纪不大，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30岁，转眼10年，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29岁，马上就30岁的时候都不行，练不起来的速度，就得趁年轻。而场地赛就是给了这些人机会，因为场地赛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年轻人也愿意去。我们把场地赛弄得专业一点。我听说8月9号奥森那个蓝色跑道那个场地有一场5000米，对不对？就是时间不合适，时间合适，要是能凑到，比方说悉尼飞之前，没准我都想去。所以场地赛一来呢，你看这边的体育用品店就有卖钉鞋的，各种品牌的去试。像国内能见到就现场展示卖钉鞋的店不多的，对吧？都是在线买。它就有那个田径的气氛，就田径和路跑还是不一样，就是场地赛。所以我特别推荐热爱跑步的小伙伴们，如果年轻的时候没干过这个，想体验体验，可以看看国内现在的场地赛。那天因为高驰和 Two Labs 的这个比赛，我跟高驰说过，我说，你们可以将来在国内试试举办一些场地赛，因为场地赛的举办也比路跑要相对容易，对吧？它也不用封路，安全性什么的都好保障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说博哥接水啊也不停表，就跑得多了就这样，您跑得多了也就不在乎这个了。我现在就不在乎这个了。
你要是关键的训练，不是说停不停表的问题，是能不能停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行，差不多。哎，小伙伴们，8月1号星期五，8月第一天，见了2位观众，2位观众跑的时间不长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慢慢的6分钟左右，带着2位观众在大北城绕了一圈，还看了看城楼，看了看1970年大阪世博会那个时间胶囊，也挺有意思的，跟导游似的。今天就轻松跑了11公里多，然后缓一缓，明天早晨集体的配速跑。应该又是15到20吧，我估计是15。现在对我来说比较合适，这个季节。从家去3公里，从那儿回来3公里，在那儿跑15公里，距离也合适。而且15公里能跑出配速跑的感觉。如果是20公里的话，这个季节跑我们那个配速就稍微有点顶。那我觉得无论是成绩还是在别人眼里的成就，或者是抓住的机会，很多其实都是自己很努力才抓住的。真正抓住以后那一下，就像我拿这瓶子，或者说咱们比赛中拿水，你看到运动员优雅的把喝完的水杯扔到边上那池篓里，我好多张这种的照片都挺好看的。但是你想，他在那个速度下拿起，然后喝，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。拿的过程其实是最难的，而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拿到的时候。真心话，我现在到这年纪练了这么多马拉松跑步，我觉得或者这么说，耐力项目的训练让我比我的年纪在思想上更大一些，更老一些，可能看到了更多这些东西不成熟的观点。那行吧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咱们加练一天，所以还会有节目。另外，明天北京时间下午1点还是固定时间直播，咱们下回再见。